大海贼时代带来的动荡远远超过了世界政府的预期，而这股动荡风暴的中心就是蒙奇 D 路飞和他率领的草帽一伙。为了抗衡波涛汹涌的大海贼时代，4年一度的世界会议即将开始，各国家的首脑齐坐一堂，共同商议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时代即将发生巨变。顺便说一句，原没有资格参加世界会议的无固定领土国家加尔马王国，因为与海贼大妈联姻，被世界政府除了名。王族们正向着圣地马里乔亚赶去，此次护送王族的任务由海军全权负责。新马林凡多里海军元帅赤犬特意向手下们询问了王族的护送情况，属下赶紧报告说道：虽然想要劫持各个王族的海贼团多达13个，不过全部已经被击退了。赤犬满意的点点头，让兄弟们盯紧点，现在外面不太平，别出什么乱子。赤犬正点着头，另一个属下跌跌撞撞跑进办公室，慌慌张张地喊道：不好了，某个国家的王族轮船被袭击了，国王没事，公主被绑架了。赤犬脸色立刻就变了，刚说完就出事，啪啪就打我脸呗！天天就知道等打卡下班，屁事不顶。德雷斯罗萨王国的王族轮船上，与利库王一起参加世界会议的雷贝卡兴奋地拿起当日的报纸，找到利库王。露西已经出名了。利库王表示自己早就看过了，小人族们很自豪，毕竟路飞是他们的老大，而且报纸上还提到了路飞麾下的大船团，老大出名，小弟们也跟着借光。利库王慌的一批，赶忙制止了雷欧。到了圣地马里乔亚，可别说这些了，如果世界政府知道利库王一族和大名鼎鼎的海贼草帽路飞世界通缉的头号危险分子有关系，那还了得。雷贝卡一脸崇拜，好厉害呀！接着他兴奋地去找紫罗兰公主。此时距离德雷斯罗萨皇家轮船不远的海底，一群海贼正对紫罗兰公主和雷贝卡虎视眈眈，他们就是绑架了其他国家公主，让赤犬大发雷霆的路人甲海贼团。路人甲海贼团一看到美丽的紫罗兰和雷贝卡，就兴奋地哈哈大笑，这要是绑架过来贩卖出去的话，那不就发达了？而且德雷斯罗萨的黄船没有海军护卫，得来全不费功夫。孩子们说着，对准德雷斯罗萨的这艘黄船发射一枚鱼雷，眼看着黄船就要被击沉了，一个黑影跳入水中，以比鱼雷还迅速的速度窜出去，在鱼雷击中德雷斯罗萨的黄船之前，将鱼雷拦截下来，丢出海面，提前引爆。爆炸的波动惊动了利库王等人，黄船上的众人慌作一团。利库王稳住身子后，当即下令有敌袭，他娘的，把我的意大利炮推出来！海中一个黑影窜出水面，平稳地站在德雷斯罗萨黄船的船舷上。莫慌，海军本部上校科比前来报道。2年多不见的科比已经成长成了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海军干部，再不是2年前顶上战争中吓得双腿发软的毛头小子了。他向利库王等人说明了当前的情况，并关切地询问大家有没有受伤。海水里，科比的搭档海军本部少校贝鲁梅伯挥出尼泊尔弹刀，直接将海贼的潜水艇砍了。海贼们被赶来的海军迅速收押。贝鲁梅伯向科比汇报了一下战况，带着无奈又敬佩的语气说道：你的见闻色怎么回事啊？我怎么都没有感知到鱼雷。科比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听到动静赶过来的居鲁士一眼就认出了科比，这个小老弟可不一般，是当红的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新一代的海军英雄。著名的洛基港事件中罪恶时代之一的特拉法尔加罗，为了得到七武海的头衔，将100颗海的心脏快递给了海军。罗是引发洛基港事件的主谋，而在这次动乱中，科比为了保护居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出名，被人称为英雄。科比很谦虚的摆摆手，请不要称我为英雄了。通过见闻色霸气，科比感知到居鲁士是个很厉害的角色，而居鲁士也感受到科比气度不凡，防下了鱼雷却没有邀功，低调隐藏了自己的姓名，格局非一般海军所具备的。雷贝卡走上前对科比表示感谢，科比却一眼看到了他手中拿着的当日报纸，脱口而出：路飞先生。哦，不是草帽小子路飞。雷贝卡将报纸递给科比，科比嘴上说不要看，手却很诚实的接过来，戴上了眼镜，只看了几眼，科比就激动的泪流满面，情绪无法自控。5000人大船团的船长，捣毁4皇大妈的城堡，干掉悬赏金超过10亿的干部，海上第5位皇帝路飞，简直帅的掉渣。科比算是除了巴托洛米奥之外，路飞的另一个死忠脑残粉了，不在乎彼此的立场，不在乎各自的目标。科比崇拜路飞，仅仅就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一提起路飞，科比就想起了第一次与路飞相见的时候，动画组又硬插了一波长达8分钟的回忆杀，细致的差点让我以为手误点了第1集视频。但不管怎么说，路飞是改变了科比一生的人物。别人说想要做海贼王那是吹牛逼，路飞说想成为海贼王那就是自信的体现。开局一个桶，队友全靠捡。路飞真的就是这样白手起家，从一个小海贼逐渐走到了今天的大佬位置。科比擦了擦眼泪，转身敬个礼，非常可靠的告诉利库王等人，接下来就由我来护送诸位前往马里乔亚了。雷贝卡拍了拍科比的肩膀，悄声的问道：你很喜欢路飞吧？科比很慌，他是敌人。
雷贝卡和雷欧一看科比窘迫的样子，逗得哈哈大笑，不依不饶地追问科比关于路飞的事情。新世界某岛，四皇百兽凯多用狼牙棒一顿泄愤，手中的报纸都要被他捏成灰了。扰了我生意的小王八蛋过得还挺潇洒。新世界蛋糕岛，四皇大妈看到头版报纸后，气得差点把蛋糕岛掀了。这么搞新闻的，果然都是满嘴跑火车，没一句实话，居然说草帽是胜利者。摩根斯哪只眼睛看到我输了？新世界某岛，四皇黑胡子握着当日的报纸，又好气又好笑。皇帝，对你来说太早了吧，草帽。新世界某岛，四皇红发看着大海微微一笑，马上就要见面了，路飞。草帽一会儿这边对第5皇帝的称号毫不在意，大家更在乎悬赏金。本来山治还以为自己的悬赏金超过了索隆而洋洋得意，结果瞥见了悬赏令自己的名字被改成了文斯莫克山治，顿时消沉下来，一点打不起精神了。而比山治还要消沉伤心的是在一边默默哭泣的路飞，大家都很好奇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了，能让路飞如此伤心欲绝。路飞转过身，拿出自己的悬赏令，哭着说道：大哥，我的身价降了，变成1亿5千万贝利了。众人惊呼：1亿5千万，那比2年前还要低呢。2年前路飞在斯巴岛的时候，身价就已经达到了3亿贝利。干到多弗朗明哥之后，路飞涨到了惊人的5亿，怎么这一招回到解放前了？布鲁克惊呼：难道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加洛特好奇地问：做了不好的事情不是会增加悬赏金吗？娜美倒是很开心，便宜点目标小，不容易被海军和赏金猎人盯上。不过这么说也不妥，路飞是船长，路飞很便宜，意味着整个海贼团的成员都很便宜，没有牌面，传出去让人笑话。以后草帽海贼团还怎么在新世界混了？路飞气得暴跳如雷，我堂堂第5皇帝，悬赏金1亿5千万！大家赶忙安慰路飞，路飞又哭又闹，停不下来。直到山治说要给他做饭，他才老实的点点头。一边的布鲁克越看越觉得事有蹊跷，他拿起路飞的悬赏令仔细研究一番，默默地说道：大家请等一下，仔细看看这个悬赏金，10万、100万、1000万、亿。布鲁克突然声音抖得说不出话来，没有毛囊的头骨汗流不止。你的悬赏金是15亿贝利！众人短路几秒钟，异口同声地发出尖叫。关于这版震动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与反映过激的草帽一伙、自豪的红发以及愤怒大骂凯多等人反应截然不同的是，表现十分冷漠的龙，以及为弟弟默默高兴的萨博。萨博捧着印着路飞大版头像的报纸，呵呵的傻笑不停，直到整张脸抽筋，失去表情管理。自黑胡子海贼团突然袭击了革命军冷地巴尔迪格之后，革命军的主要领导人们就失去了消息。这一集中终于再次登场，正如所有人所料的那样，区区黑胡子果然奈何不了对抗全世界的龙。为了迎接即将召开的世界会议，革命军还没来得及找到新的藏身地点，于是将总部迁在了伊万科夫的桃色岛卡马巴卡王国。伊万科夫率领众人妖热情地接待了龙等一众干部，除了龙、萨博、科尔拉之外，另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革命军4名军长正在赶来的途中。从伊万科夫手下这些见多识广的人妖反应来看，这些军长应该十分厉害，而且不常露面，算得上是革命军内的传说级人物。龙表示先不用等军长，来个会前小结。萨博率先发言，简单的说了一下此次革命军聚首的目的。会议的中心内容十分简单明了，接着这次世界会议向天龙人宣战。距离桃色岛不远的某个小岛国家，一群凶残的海贼袭击了镇上的居民。这是一个贫苦的国家，为了保命，岛上的居民省吃俭用，食不果腹的凑齐了献给天龙人的天上金。结果又倒霉的遇到了来抢劫的海贼。海贼自报家门，名叫桃胡子，是4皇黑胡子麾下的海贼团，皆有4皇的名号，嚣张的很。因为世界会议，这个小国家的国王和护卫们都赶去玛丽乔亚，只留下了一些平民百姓留守。龙套海贼团一看不欺负老百姓，欺负谁？于是他们猖狂无比，为所欲为，见人杀人，见钱抢钱，抢了钱还要杀人，杀完人还要点一把火，可恶到了极点。百姓们走投无路，面露绝望。这时从角落里走出来一个高挑的短发美女。如果说看到她第一眼有什么特点，那可能就是她暴露的穿着以及胸前巨大无比的安全气囊。但是我个人更欣赏她叼着烟卷又屌又帅的气质。海贼桃胡子刚被短发美女的安全气囊吸引，突然大地传来一阵震动，接着整个地面卷了起来，鼓出了一个蒙古包，从蒙古包里推出了一把巨型叉子，大家都懵了。过了几秒钟，从蒙古包的缝隙里扒出了一双大手，一个身形巨大的猥琐大叔从里面爬了出来。众人惊呼：巨人族！巨人族都是生活在地下的吗？这个大胡子猥琐大叔也很奇葩，裸着身上，下身穿个格子超短裙，像极了岛国电影里那些个心理变态的异装癖大叔。猥琐大叔捂着屁股，不高兴地吼道：你们看哪儿呢？没见过美女吗？桃胡子傻在原地，什么场面我桃胡子没见过，这场面我真没见过。愣了几秒钟后，桃胡子下令手下开炮，猥琐大叔把叉子往地上一插，将土地卷起来，掀飞了找茬的海贼们。
短发美女慢慢的走向在一边看热闹的百姓，低声说：“你们要做什么呢？无力抵抗的垃圾们！”此时，笔者才注意到，他手中还扛着一面大旗。看来，他不仅仅是有安全气囊这么简单。除了自带安全气囊的短发美女，猥琐有点可爱的超短裙大叔，还有另外2个怪人加入。看样子，他们4个很熟，是一伙的。这就是革命军的4位传奇军长，分别是革命军东军军队长扛大旗的安全气囊贝洛贝蒂，革命军西军军队长猥琐大叔茉莉，革命军南军军队长爆破鬼才吉格斯，革命军北军军队长乌鸦诺克萨斯统领。贝蒂举起手中的大旗，大喊一声：“你们要怎么做呢？渣仔们，是死还是去战斗？你们自己选择吧。英雄一定要被人来当吗？也许你就是下一个英雄。”贝蒂一顿洗脑之后，村民们突然来了斗志，纷纷捡起地上的木棍，就连没牙的老人也没有对孩子的惧怕之意。这就是贝蒂鼓舞果实的能力，激发人的潜能，让人分分钟轻松拿5杀。前进吧！贝蒂扬着手中飘扬的旗帜，村民们一阵阵吼叫后，不可阻挡地冲向桃胡子和他的手下。海贼们纷纷举起枪，看你们的棍子快还是老子的子弹快！茉莉卷起土地挡下子弹，爆破鬼才则利用自己发明的武器冷冻枪，将海贼手中的枪支都冰冻起来。乌鸦仿佛开了月度，身体化成一大群乌鸦，将海贼手中的武器纷纷夺走。没有了武器的海贼应对斗志激昂，而且有革命军的军长做助攻的居民，不用想，轻松搞定。海贼赶忙乘着海贼船溜走，把老大桃胡子留下原地等死。气得妹妹贝蒂给村民们留了革命军的联系方式，又交代村民们将桃胡子送去世界政府，可以换来一笔不少的悬赏金。革命军4位军队长告别了村民，向伊万科夫的地盘走去。茉莉很疑惑，这次找我们又干啥？贝蒂吸了一口烟，很酷的回应，大概是找天龙人干架吧。克拉尔收到军队长们集合过来的消息，立刻汇报给了萨博。萨博瞬间斗志激昂，走吧，我们去给天龙人拉下马。